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下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致以虎年新春问候，祝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精彩成功。习近平向马克龙和法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并祝贺法国运动员取得佳绩。两国元首还就下阶段中法双边合作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为中法中欧进一步深化合作指明方向。此次通话时值立春之后和北京冬奥会顺利进行之时，给中法中欧关系带来春风暖意。在通话中，两国元首为中法关系定向把舵。习近平回顾了过去一年中法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新的一年中法应该延续积极、健康、向上的主基调，加强各层级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推动中法合作取得新成果。马克龙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紧张动荡背景下，法方更加希望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探讨克服疫情影响，加强人员交往，增进友谊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对于中欧商界高度关注的中欧投资协定，习近平表示，要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切实惠及双方人民。马克龙则回应称，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批准生效取得进展。这一协定已于2020年完成谈判，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4方面内容，涉及领域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协定。两国元首就下阶段中法双边合作达成6大重要共识，包括推动农业科技和地方优势农业产业合作尽早落地，深化中法绿色制造合作伙伴倡议，为对方企业在本国发展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支持更多法国银行和金融基础设施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支持两国航空企业以多种形式深化合作，推进飞机相互适航认证，加快落实第三方市场合作第4批示范项目清单，尽早举行中法战略对话空间分组会议、网络分组会议，开展极地、海洋对话，加强两军各层级对话交流等。观察指出，中法元首达成的6项共识，每一项都干货满满。例如，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从2022年开始由研发阶段转入产业化阶段，法方此时同意与中方推进飞机相互适航认证，重要性不言自明。又例如，法方支持该国银行和金融基础设施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无疑将极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总而言之，欧洲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出口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我们和法国呢一直就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第三方市场上合作，中亚、非洲、拉美什么，这都是算第三方合作市场。非洲呢是法国的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又把非洲视作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中法在这个地方利益出现了共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中法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欧关系今后发展的另外一个发力点。去年中法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双向投资快速增长，农业合作成效显著。中方自法国进口农产品总额同比增长40%。在新兴领域，中法合作稳步推进。首届人工智能研讨会和农业科技合作研讨会先后举行，首份联合实验室项目征集指南如期发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元首通话是法国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中法两国元首之间的一次重要沟通，对于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次通话中，习近平再次指出，中欧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凝聚最大公约数，推动中欧关系得到新发展。马克龙表示，法方将全力推进欧盟同中国之间的积极议程，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欧中关系向前发展。此次通话中，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的对话传递出推动中欧关系继续前行的积极讯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专家贝特朗巴迪说，中法两国元首加强对话沟通，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也有助于推进中欧积极议程，扩大双方共识。周4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法元首通话也是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话题。
针对昨天下午中法领导人的通话呢，汪文斌在记者会上透露了更多的信息，也表达了中方对此次通话的积极评价。汪文斌在回应中强调了2个特别的意义，首先是这次通话是在去年的2次通话以及共同出席中法的领导人视频峰会的这个基础上，双方的再度通话。其次，这也是虎年新年中法领导人的首次通话。我们注意到，汪文斌在回应中也着重强调了中法元首在多领域达成的重要的共识。可以说，中法关系当中，合作仍然是主轴。中方愿同法方一道，深入落实2国元首通话共识，推动中法、中欧关系在新的一年不断向前发展。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好。中法元首16号下午通电话，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中法作为联合国的5常成员，作为全球性的大国，2位元首啊，在冬奥会热火朝天之际进行的这一次通话呢，它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礼仪性的外交通话。当然了，外界现在最关注中欧关系的走向，一个很大背景就在于100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世界进入到了动荡变革期。美国在持续推进小院高墙的所谓联盟战略，那么将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对手。那么欧洲啊，现在成为美方全力拉拢的对象。拜登上台之后首次外访，就是将欧洲作为外访的第一站。那么他所到之处呢，一路高喊美国回来了。这次通话，中法元首都同意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的进程。我们知道协议签字已经超过1年，至今啊没有批准生效，更别提落地实施了。那么这相当不正常。其中呢，当然有欧洲的内部阻力，但是呢，在我看来，更大的阻力来自美方干预。当初啊，协议刚要签字，拜登团队他们人还没有进到白宫，后任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就跨洋向欧洲喊话作梗，要求取消签字。实际上呢，中欧在涉台、涉疆、涉港乃至5G 等等尖端技术领域的一系列的摩擦与争议，都少不了美方的幕后插手与推动。那么美方鼓动建立了副部级的跨大西洋对话机制，专门呢来会商所谓的涉华议题。所以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马克龙和中国元首达成共识，同意全力推进欧盟与中国的积极议程，推动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进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等等。那么这些个积极信号很有现实意义，彰显走自主外交路线的欧洲，尤其啊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他们非常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中欧关系克服挑战和不确定性，往前走下去的动力和动能都是有基础的。当然了，这也是警醒至今执迷不悟、幻想绑架整个欧盟抗华的立陶宛之类的小国，他们呢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中法元首还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那您对此怎么看？现在啊，俄乌是战是和牵动全世界的神经。那么就此来观察，中法元首通话的这个时点相当特殊。16号是美国总统拜登预言的所谓开战日，当然呢，这个预言是彻底破产了。法国总统上周也刚刚结束了对莫斯科和基辅的闪电访问，全世界都对他和普京面对面的那一张超长的会议桌印象深刻。那么在和中国元首交换意见时，马克龙一定会通报欧洲大国这一波密集外交斡旋的进展与成果。中国元首重申了中方立场，强调指出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那么敦促通过对话协商来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请注意全面这个提法，在我看来，俄乌危机的实质既包括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也包括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那么此前中俄元首发布的联合声明阐明了2个全球性大国的共同立场，那就是呢反对北约进一步东扩。中俄洋洋洒洒7000多字的联合声明一出来，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与震撼可谓是现象级的。《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啊，甚至夸张惊呼，说这是中俄这2个大国要重构世界秩序。那么相信在与中国元首的沟通中，马克龙也会对中方立场强化认知。我认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不仅是法国总统要和中国元首会商乌克兰问题，甚至呢，英国首相还在微博账号发文向普京总统喊话，
因而还就乌克兰问题爆发了一场微博舆论战。那么这背后趋势性的东西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那在您看来，为何英俄就乌克兰问题打嘴仗？这背后传递了怎样的趋势？英国首相的微博喊话是一个应时而动的精心设计，是以向俄罗斯元首喊话的方式在向中文网友喊话，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试图影响乃至争取中文舆论。那么俄驻华大使馆的坚决反击同样呢也是这个思路，这才是俄英舆论战打到微博上的真正的背景。可以预料，未来类似招风呢会在中文网络平台持续上演。大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这是挡不住的时代进程。这当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世界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要解决，需要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介入与应对。